自从我来到清迈以后啊，有种很奇妙的感觉。原来在700多年前，清迈古城真的就不是随便建起来的。这些像在风水学当中叫做四灵得位，这种理念与天人感应难道不是一致的吗？这些年来，想要离开的人越来越多，离开自己生活过的地方，离开拥挤的城市，离开永远停不下来的节奏，厌倦了每一天睁开眼就是一成不变的焦虑、紧张、内耗感。有多少人现在感觉到累了呢？有多少人已经很久没有亲近过了呢？所以有些人去了海边找清静，有些人躲进了山里找清静，还有些人选择了出国去找清静。这些人被称呼为旅居者，而我呢，也是其中一个。不过和其他旅居者不同的是，我还是个道家弟子，皈依了，出过家，受过传度，所以我称自己为旅居修行者。那么到底我修的是什么道呢？贫道不修人鬼之道，不修神佛之道，只寻本心，自证悟道。一句话概括，自修自道。不过现实是离得道还遥遥无期啊。但平时呢，我喜欢去研究研究易学，故认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哲学道理。所以我认为人呢，必然是会被环境所影响的。有些地方待久了呢，人会越来越烦躁不安。有些地方待久了呀，人会慢慢变得稳下来，变得清静。山水风和城市的布局啊，甚至空气的节奏，都会影响到你的状态。所以这些年里，从国内到国外，我一直想寻找一个适合自己长居和自修自道的地方。我去过吉隆坡，那里很现代，很方便，高楼多，效率高。但是这个城市让我觉得好像并没有离开原来的地方一样。吉隆坡和国内大多数城市一样，有种太快的气息，像一台一直停不下来的机器。所以我离开了吉隆坡，去了槟城。槟城就是一个岛，不大，但很有旧时代的味道，有历史感，有文化，还有人情味儿。虽然我很喜欢这种烟火气加时光倒流感的人间，而且这里适合慢生活，但我总觉得还是少了些什么。或许是少了某种灵性，而且也让我感觉不到亲近。很多人都说巴厘岛有灵性的感觉，于是我又去了巴厘岛。确实，巴厘岛不但风景很漂亮，大海、神庙、梯田、火山，整个岛都有一种既松弛又神秘的灵性感觉。但待了一段时间后，我感觉巴厘岛就像一个巨大的灵修消费市场，你可以到处听到人们在谈疗愈，也看到处处都在卖觉醒。来自全世界的游客非常多，加上本地本来就很密集的人口，让这座岛变得很拥挤，很热闹。
所以这仍然让我无法找到亲近感。所以后来我还是选择离开巴厘岛，直到我来到了清迈。自从我来到清迈以后啊，有种很奇妙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古旧中带有一些繁华，嘈杂中呢又不失安静。这是一个具备现代感但又不失灵性的地方。在这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区域。如果你不用一种旅游的心态去这座城市到处走走的话，等你看过周围的山山水水后啊，你会感觉这里真的是有种松弛感。清迈其实是一个被群山环绕的平原，有很多山，有很多河流，不但有古城，也有新城，同时还有大量的田园和村庄。在这里没有那种到处是高楼，把人困囚在城市的感觉，而且这里可以让人用慢节奏生活，同时又不失活力感。大街小巷里到处都有集市，到处都有好吃的东西和好玩的地方。如果我把清迈比喻为人间小天堂的话，我想有一些人听到了会马上用手护住自己的腰子说，我才不信呢。我只想说，有缘得遇，无缘莫求。大家应该读过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吧？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鬓，并怡然自乐。我觉得这段用来描述清迈非常合适。但有缘去桃花源的又有几个人呢？总之，我在清迈啊，可以感受到一种一静一动的风格。这种矛盾感啊，挺难去形容，但是我很喜欢这种感觉。或许这就是老子所讲的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的道理吧。我听说很多长期待在清迈的人啊，都会变得稳下来，变得慢下来，情绪会变缓，睡眠会变好，焦虑感会下降，甚至连思维都变慢下来。可能有人会想，在清迈啊，会不会让人变得太迟钝了？但我们反过来想一想，我们逃离原来的地方，何尝不是为了不再让自己活得那么敏锐呢？或许啊，这就是我们要找的那种亲近的感觉。因为我懂点风水学皮毛，所以开始本能地观察这座城市。然后我发现，清迈很多布局方面似乎都不是偶然形成的。比如，为什么古城西边是一座山？为什么东边有蜿蜒的平和水呢？为什么古城是近乎标准的四方形呢？为什么护城河是这样环绕古城呢？为什么很多寺庙的位置这样去安排呢？
甚至连这些城门的设置都颇有讲究。于是我开始想知道更多关于清迈风水方面的秘密。它们到底是自然历史发展形成的，还是一开始就被人为设计过的呢？我相信解开这些秘密后，就能解释为什么这座古老的城市可以让人们在这里活得如此怡然自乐。后来我想到，以前在国内如果想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通常可以去看地方县志。一般来讲，关于城市的重要历史记载都会世代被人记录在这里面。直到我在清迈大学的图书馆里找到了一本叫《The Chiang Mai Chronicle》的书，这就是清迈编年史。然而当我得到了这本传说中的书以为可以穿越700多年的历史去寻找我想要的秘密的时候，才知道对我来说这是一本天书这里面居然全是古代兰纳文。就在我差点要放弃的时候，突然想起道家一句话：有道即见，无道即隐。任何秘籍也好，天书也罢，如果机缘不到，没有经历足够的考验的话，即便你得到了，也是看不懂的。所以我决定再找一找看看有没有其他什么相关的书籍。果然，刚才只是一个小小的考验。功夫不负有心人，看我找到了什么。同样是 The Chiang Mai Chronicle， 不过呢，这本是刚才那本兰纳古文的翻译本。通过清迈编年史，我了解到了许多非常有意思的记载。原来在700多年前，清迈古城真的就不是随便建起来的。据记载，就在1296年前后当时的魏公干长期会经受洪水的侵扰，所以孟来王开始寻找一个更适合作为兰纳王朝作为永久都城的地方。在勘察过程中人们陆续发现了7个被视为是吉祥的征兆。这7个吉祥的征兆都被记录在清迈的编年史当中。第一个吉祥是有2只白鹿，一母一子击退了狼群，以洛胜强化险为宜。那么这个在道家文化中呢，鹿与福禄的鹿是同音，而白鹿更是被视为神圣吉祥的动物。2只白鹿击退了狼群代表柔胜刚，洛胜强，这个符合第3牵卦的卦象。艮山坤地，山在地之下，虽然山居下位，看似弱小，实则为谦逊收敛，是具备以弱制胜实力的吉祥之兆。第2个吉祥是有2只白色的老鼠带着5只幼崽钻入了树下，在编年史当中说是象征土地丰饶，生机旺盛。那么这个在道家思想与易经的象数体系当中同样是一种多子多福、五谷丰登、生生不息的大吉祥。鼠在12地之中为子，五行属水，而树木的五行当然属木，子鼠入树木代表水木相生。5只幼崽从数理来看就是五行俱全，五子登科白鼠带5子钻入树下，这又叫做财福归藏，说明此处呢是可以扎根立家的吉象。第3个吉象是西边有高山，竖铁山坐镇，城市西方形成了天然的屏障。在风水学当中呢，西面有山坐镇为靠山的话这叫做西山见贵，白虎得位。西方属于白虎位，五行属金。如果白虎位是主靠山的话
山形必须端正，草木旺盛。那么素铁山呢，符合了这些条件。对于一个王朝来说啊，所以这只白虎不仅不会伤人，反而会成为驯服之兽，可出猛将强兵啊，主政权会稳固的迹象。然后是第4个迹象，东面有流水，是活水，平和自北向南流过平原。第5个迹象是东北方向有天然的蓄水区域，这就被视为是城市未来的重要水源之一啊。第6个迹象是平和在东边平原流过时啊，它不是直线流过的，它是弯曲流淌的，所以形成了一片肥沃的土地。第7个迹象是整个区域啊西高东低，城市的主区啊不容易积水，雨水可以顺势流入平原的平和一并排出。最后呢，要结合吉象3、4、5、6、7一起来看。这些象在风水学当中叫做四灵得位。四灵即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青脉后面是西方位，即玄武位，已经得到了素铁山作为靠山，那么这叫做玄武得位。那么既然靠山为西面啊，塔佩门为主，大门朝东开，所以青脉古城啊，当然属于坐西向东。在青脉古城的左边左青龙位，又有平和由北向南流入平原，这就叫做青龙水入明堂，这就属于青龙得位。我们从地图还可以看到，在青脉的正面即朱雀位啊，有大片的平原，此乃大明堂。平和在此蜿蜒曲折，它并不是直线流过平原，所以这种水叫做明堂九曲水。除了能给明堂带来生机之财啊，还有利于聚气于明堂，这就叫做朱雀得位。而南向呢，是青脉古城的右边，属于白虎位。平和水从北向南流出，说明地势是北高南低，这就叫做白虎低头，也是吉象。因为风水学中讲啊，宁可青龙高万丈，不可白虎高抬头啊，所以此乃白虎得位。说到这里啊，是不是非常的神奇呢？虽然根据记载中有提到，古兰纳人对于清迈的城市布局啊，是基于吠陀罗占星学的理念，但一切呢又貌似与中国风水学的理念神奇的一致。他们讲的好像都是人与山水与大自然之间的共生理念。然而真正让我感到惊讶的还不只是这7大吉兆啊，而是我发现古兰纳人建造一座城市之前，最先考虑的并不是建筑如何设计，也不是商业如何布局，而是先考虑山在哪里，水从哪里来，神灵居住在哪里，人则是最后被考虑应该处于什么位置。好像在他们看来呢，建造一座城市之前，首先要清楚人与天地之间应该如何共存。这种理念与风水学的天人感应难道不是一致的吗？在继续阅读清迈编年史后，我发现了更多有意思的内容还在里面。比如古兰纳人似乎是用一种活的生命体的方式去理解一座城市，开发护城河水系统就像是给城市打通了血脉，而古城的神明宗教赋予的城市的精神就像是灵魂。我突然意识到，也许在清迈，它的与众不同就是从一开始建立的时候，它就被赋予了精神和生命。所以我决定呢，我要继续深入的研究清迈这个风水宝地，带大家去发掘清迈更多不为人知的神奇之处。好，我呢是一个躲在清迈自修自道的一个小小道，我的频道啊就叫做清迈有道，欢迎大家关注和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